近年来，爬山成为了很受欢迎的户外运动，尤其是登顶后的满足感以及迷人的山顶风景，一定治愈了不少登山爱好者的心。而在我国马来西亚，就有一座以绝美日出闻名的水晶山 Bukit Tabu。即使这些年那里一直有意外发生，但还是有很多登山客前去冒险。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小南终于接到业配啦 ！Oppa Seafood Delivery 是大马首创韩式火锅外卖，使用小南 promo code 小南就能获得58%优惠哦！还等什么？赶快下单吧！雪龙区内1个小时送到你家，边吃部队锅边看小南的影片吧。位于雪兰莪州安邦的水晶山，由于其挑战性的山脉，同时拥有优美的大自然景色，多年以来都吸引了不少国内外的登山客前往攀登。根据地理，其实水晶山并不是一座独立的山，它更像是一线弧形的小山脉，坐落在吉隆坡国家动物园以北22公里外，又被吉连闸水坝分割成东西两段，分别称为东水晶山和西水晶山。而这座山里面为什么会被一座水坝分开呢？吉连闸水坝建成于1958年，是马来西亚最早的水工水坝。它上游的水库主要供应巴生谷许多家庭的食用水。而水晶山的山脊是个万里长城状的石脉，其主要的地质成分不是石灰岩，也不是花岗岩，而是石英。那么什么是石英呢？石英是大陆地壳数量次多的一种矿石，质地坚硬，是花岗岩的主要成分。晶体呈现的样子是透明、半透明和不透明3种，含有的杂质颜色也不一样。无色透明的晶体一般被叫做水晶，因此水晶山的称号就是这样来的。然而，水晶山的山脉跟雪州其他山的山脉不同，除了沿途山路大多有光秃和坚硬的岩石之外，山上的山峰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上下山之间仿佛让人感觉是站在龙的背脊上面，而整个山脉的形状看上去就像一条飞在云端的巨龙。不止如此，全长14公里的水晶山还被誉为是世界上最长最悠久的石英矿山，它拥有超过1亿年的历史，是雪州众山当中风景最漂亮的山脉之一。但是拥有华丽外貌的水晶山却也是雪州山市最危险的山脉之一，每年那里发生的意外10个手指都数不完。在水晶山的山脉两旁全都是高高的悬崖，一个不小心走错一步，就有可能让自己迈入险境之中。自从水晶山多次发生登山客失足摔伤甚至坠落的意外后，有关当局早在2016年就全面关闭了水晶山，他们严禁访客进入以及停止一切的登山活动。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登山客罔顾当局的警告，擅自闯入水晶山中以及进行一连串的登山活动。去年2月，一名来自法国的男子马丁，他和女友一起闯入了水晶山进行登山活动。然而，就在马丁与女友开始攀爬水晶山之后的1个小时，马丁因为擦错脚掉下了山谷，失踪了。事故发生后，官方立即临时调遣了一支由消防人员和警察组成的搜索小组，赶到现场进行搜寻。他们希望能尽快找到掉下山谷的马丁。可是过了不久，搜索小组发现了马丁，但不幸的是，他已经陷入了昏迷，头部受到了严重撞击，他在现场被宣布离开了人世。对于这个案件，像法国男子马丁这样的登山意外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在水晶山了。2014年1月14日，8名年轻男女相约在水晶山登山，不料其中一名25岁的大学女学生苏莱哈在途中不慎失足坠下60公尺深的山谷内。当时消防拯救队伍虽然出动了直升机将他送往医院，可是他在途中却因伤势太过严重而当场离开人世。2014年9月21日，2名无意男女在早上攀爬水晶山的时候，
不料途中双双都失足坠下了山坡，导致脚部和身上多处受伤，男子只好赶紧报警求救。安邦专案小整局在接获他们的投报后，花了整整8个小时才成功将2人救下山来。2015年3月24日，8名刚领取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SBN 成绩的男女们一同结伴攀爬水晶山，岂料其中一名17岁的少女不知何故失足跌下了山谷。消整员在进行5个小时的搜寻之后，才成功寻获身受重伤的少女，并将她送院治疗。2015年12月10日，59岁的退休人士阿兹密独自攀爬水晶山，但是却在一处地势陡峭的山路中失足滑倒，坠入石缝当中，导致当场逝世，并在超过20小时之后才被其他登山者发现了他的身体。2016年11月3日，一对夫妻和好友3个人一起结伴攀爬水晶山，其中一名49岁的华裔男登山客吴先生却不好运，在步行的时候一过度专注拍摄前方的山间美景，而没有留意到后方，结果在他倒退的时候踩空，失足滚下斜坡。然而，尽管在登山客当中有医护人员为他进行急救，但吴先生还是因为头部受到了重创，最终宣告抢救无效。因为水晶山屡次发生意外事故，有关当局只好在2016年10月尾关闭了水晶山。自此，这座山的周边区域便成为了封闭式的森林，那里不开放给民众进入，也更不能进行任何活动，只是允许获得批准的单位进入进行研究用途而已。但是，很多顽固的登山客依然不听劝告前往，他们使用进入水晶山的其他路线。在水晶山那里，除了主要出入口之外，是可以从乡村小路进入的，因此有关当局很难兼顾以及看管到所有的入山途径。当时水晶山共被分成3个部分，其中东部山脉的地势比较容易攀登，而西部山脉则难度比较高，也常常发生意外。还有一个难度更高的是被称为极限山脉的部分。目前来说，西部山脉出入口已被重重围起黄色警戒线，封锁入口处，已禁止任何人进入登山。同时，雪州森林局也在外置放告示牌给予警告。相反的，东部山脉出入口并没有遭到封锁，也不见得有任何告示牌警告民众不许进入山内，这就造成了许多登山客认为水晶山还是被允许进入的情况。虽然当局已经派人在每天早上8点至下午5点轮班驻守在该处，可是不少的登山客在8点前就已经进入山中探险。不但如此，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可以看到许多登山客发布在水晶山范围登顶拍照打卡的动态。然而，就是因为这些照片，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水晶山已经解封了。关于水晶山解封的事情呢，有记者向有关当局询问后才得知，水晶山其实一直都没有被解封过。所以在这里，小南也想提醒一下大家，任何擅自闯入水晶山的人，其实是触犯了1985年国家的森林法令，触犯者是会面对被罚款和监禁的可能性。违例者一旦被控罪成，可被罚款1万令吉左右，或被判监禁3年，或两者兼施的。对于爬山爱好者，无可否认，爬山是一项很好的户外运动，但同时对爬山爱好者的身体素质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不讲究运动规律，不仅起不到相应的作用，还会带来一些身体的不适。那么小南就来总结一下爬山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吧。第一，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爬山虽好，但很挑人。如果自身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等，则不能进行爬山运动，因为很容易引发这个心肌梗塞、心绞痛等疾病。实在是想爬山的话，最好选择坡度较缓的小山，且要注意劳逸结合。此外患有高血压、肺气肿、眩晕症等疾病的人群最好不要爬山。大家可以进行一些幅度较小、强度较小的运动，比如散步太极等等的。第二，爬山之前要多喝水。爬山的过程也要时不时的喝水，既可以稀释血液，也可以避免在爬山的过程中出现身体缺水的情况。在这里建议可以喝一些含糖、便解质的饮料，以补充体力的饮品等等。
第三，在爬山的过程中要注意循序渐进，最好在爬山前做一些热身运动。爬山的时候也不要追求速度和别人斗快。如果当时爬山人士感到身体劳累或者出现心慌、气短、胸闷等症状，就应该在原地休息，等休息好了才继续哦。第四，爬山要走人比较多的路线，通讯工具也要时时保持畅通，因为万一发生意外随时和外界都可以取得联系。第五，爬山过程中如果出现扭伤，最好在受伤的局部做按摩、热敷、冷敷等，时间为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这样能够起到镇痛和消肿的作用。而对于爬山的新手们，小南建议寻找有经验的登山者陪同是最好的选择。毕竟爬山很好玩，但还是得确保自身的安全，免得乐极生悲啊。最后，小南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在游山玩水的同时，好好照顾好大自然，不要乱丢垃圾或带走任何山林里的东西，保护大自然从你我做起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感谢看到此时此刻的你，为了答谢男粉一路以来的支持，我连同欧巴 Steamboat Delivery 举办了一个小小的抽奖活动。只要按赞这个影片，并且在下方留言我要吃欧巴 Steamboat 韩式火锅外卖，之后我们会分别从3支影片里抽出一共3位幸运儿，送给每人价值100令吉的韩式部队锅。注意，暂时只有马来西亚西马的朋友可以参与哦，还等什么？赶快加入这次的活动吧！是拥有优美的傲，然后嘴唇坚硬的脸啊，讲墨。